越来越多人习惯到淘宝上买东西，尤其是大件物品，例如沙发、茶几等等。今天蛙家要从淘宝上挑选厨房好物跟大家分享，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通常按压式密封罐的价格都不便宜，一个500ml的密封罐动辄就要300-500块。但这一组7入折合台币只要大概1000元。保鲜盒使用前记得都要先清洗过。在清洗的同时，我们决定先装水试试密封效果。装了水的盒身湿湿的，我们用这次一起淘回来的抽取式抹布来擦擦看。纤维抹布很薄，也不是很大张，实际使用起来吸水性还不错，擦拭流理台也没有留下什么水痕。回到正题，让我们把保鲜盒倒过来。刚开始看起来好像还行，但过一下子就开始滴水了，所以装一体的东西还是要尽量避免倾倒摆放。来看看密封罐本身的特性，还没有按压前，盒盖很容易就可以拿起来，但按压后其实可以稳稳吸住，整个保鲜盒会一起拿起来。把开封过的食材装进去，透明的盒身让内容物一目了然。盒盖设计有一点点高度，让保鲜盒可以堆叠，但实际摆放起来感觉不是很稳，如果遇到地震等晃动，可能容易倒掉。这款调味料收纳架每格都附有小汤匙，收纳架不算大，但每格可以装入400ml的容量。中间的设计可以刮平调味料，使用量更精准，一平匙的量大约5ml，另一边则大约2.5ml。清洗时稍微往上抬就可以拆掉，不怕洗不干净。卖家一样有附赠免钉胶，可以粘上墙收纳，也可以直接放置在台面上使用。底部4角有防滑矽胶设计，抓地力很稳，不容易因为使用上碰撞而轻易移位。上面的平台还可以摆上计时器或是手机看食谱，整体来说还算蛮方便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厨下柜的上层空间都没有利用到，很浪费？其实你可以搭配这个壁挂置物架来收纳，搭配店家附赠的无痕挂钩使用，固定粘好后，等待24小时就可以放置物品，依照使用位置摆放适合的东西，无论是干货食材或调味罐、备品等都很方便。拖拉设计让拿取更方便，不用弯腰拿东西，也能有效运用柜体上方空闲的空间，增加空间使用率。这个不锈钢蒸笼在很多影片里都有看到，看起来很方便，小编这次直接淘回来啦。创意的折叠设计让蒸笼可以因应容器大小变换尺寸，上面的滤孔分布均匀且密集，让食物受热更均匀。提手可以拆卸，放上比较大的碗盘也没问题。除了当成蒸笼使用外，也能够当成沥水篮运用，拿来摆放蔬果或需要通风的食材也很适合。卖场有2种尺寸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购买，但是不锈钢片的边缘很锐利，清洗时要注意安全，不然就会跟小编一样，不小心就挂彩咯。一般保鲜膜都要手撕，但盒身附赠的刀片如果不够利，很容易撕得歪七扭八，或是切口不平整。今天我们淘回来的切割器是滑刀设计，还有磁吸功能，可以吸在冰箱侧边。实际吸在冰箱试试看，磁力很足够，也可以平放在桌上。底部2侧有吸盘固定，但吸力不是很够，轻轻一推就会跑动。我们把保鲜膜装进切割器里，实际切切看，滑刀蛮顺的，不会卡住。但可以发现，其实保鲜膜的宽度大于滑刀轨道的宽度。如果是吸在冰箱上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很难切，必须要平放着，用手调整好再切才好切。改成装烘焙纸看看，一样有宽度太宽的问题。实际切割过，虽然没有切不动或是卡住的情况，但烘焙纸比较厚，根本没办法单手切割，必须要双手固定住烘焙纸才切得动。所以这款切割器建议还是拿来切保鲜膜就好了。这个3合1杯盖刷拿来刷洗保温瓶最适合了，有细缝刷跟斜面刷2种。
细缝刷转过来就是拆除器，可以轻松拆开密封胶条，清洗干净，不藏污纳垢。斜面刷的刷毛很容易渗入瓶盖的螺旋沟槽，细缝刷则可以清洁比较刁钻的角度，刷头较硬，比较容易带走污渍。产品本身有开孔，不用时挂上牙齿形挂钩就很好收。前面说到保温瓶，就会想到杯子都有茶垢的问题。即使平常都有认真刷洗，也一定会有一些刷不干净的部分。我们这次淘了茶垢清洁粉，来看看是不是有效。包装上都有建议使用的清洁粉比例可以参考。我们用这次一起买回来的电子称量勺来称称看。店家有附赠电池，直接装入就可以使用。使用的是纽扣电池，没电了也可以自己买回来替换。电子称量勺有克数、毫数等单位可以选择，量勺内部也有浅浅的刻度显示，方便测量。我们拿磅秤来对比看看重量是不是准确。先舀10克左右的茶垢粉倒到归零的磅秤上，结果很接近，误差只有 0.1 到 0.2 克左右。接下来就要实测茶垢粉功效了。将茶垢粉倒入杯中，利用40到100度之间的温热水浸泡。浸泡时会产生火氧，有冒泡的情况发生。保温杯的话，不建议盖着盖子使用，避免危险。如果茶渍比较严重，可以浸泡久一点。15分钟后再看，茶垢都被清掉了，感觉还不错哦。接下来这个是小编觉得蛮有趣的东西，有各种不同长度，可以依照自己需要的长度购买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效吧。洗头发时一定会有很多头发掉进排水孔里，实际把疏通爪伸进去抓抓看。虽然画面拍不出来，但小编按压时感觉爪子张不开，可能是水管不够宽，试了几次都没有抓出东西来。但是小编在购买时看到卖家测试抓力的影片，所以我们决定也来试试看。首先拿抹布试试看，轻松过关。接下来换一件外套，也是轻而易举的成功抓牢。那小编上次不小心掉到屋檐上的袜子，成功抓上来了。这样物品虽然没办法疏通下水道，但还是有其他用法的。你家的厨余垃圾也是这样挂着吗？还是用塑胶袋装着就直接放在水槽里？这个壁挂式的垃圾桶蛮方便的，可以直接挂在厨下柜的门片上。盖子的设计有2种打开方式，一种是掀盖，另一种是滑盖，能依照需求选择开启方式。按下内桶上的按钮，两侧压圈会立起，能一键打包，看起来超方便。但实际测试后发现，装的塑胶袋要大一点才好打包，不然袋子太小，压圈会因为厨余重量立不太起来。垃圾桶盖上有一个隐藏式刮板，让你可以轻易将台面上的厨余汤水刮进厨余桶里，不用脏手就可以清理台面。但如果你家的台面也像这样有一点高度，可能就不是太好用了，汤水会顺着边缘滴落，要多一个擦拭的步骤才能清理干净。可是垃圾桶不落地，打扫起来方便很多呢。除了厨房用品，小编还买了其他东西，一起看看吧。耳机时常疏于清理，所以首先是耳机清洁工具。实际测试中，虽然耳机看起来不是很脏，但还是清出了不少污垢。尖头部分有点像钢笔笔头，虽然比较不会刮伤耳机，但有些卡在比较边缘的脏污就容易清不起来。这时候可以利用一旁的小刷子辅助，刷一刷就可以把污垢通通清干净啦。另一个小设计是拔出来的另一端有绒布，大小刚好可以清理耳机槽内的灰尘，小小一只可以随身携带，还蛮方便的。通常说起鞋柜，印象中都是很大一组，再不然就是要自己买回来组装。但是这个不用，收到的商品就这样扁扁的，只要一个动作，简单向下压，一个5层鞋柜就像变魔术一样跑出来了。原本的鞋柜只有2层，可以放的鞋子数量不多，还有几双要放到外面来，甚至叠在一起。我们替换成5层鞋柜，重新把鞋子再摆一次。5层的容量实际可以收纳到11双鞋，
如果都是女生的鞋子，前后摆放应该可以收更多。收纳时，我们发现高度只够放入中筒的靴子。高筒帆布鞋虽然也可以塞进去，但拿取会有点卡。可是这样的设计在搬家时非常方便收纳携带，小编还是私心推荐一波。大家买淘宝最担心的通常都是货运问题，很多人都会上网询问有没有比较好的集运商。这里推荐3间评价不错的淘宝集运商给大家。第一间是松鼠集运，注册后可以在条款说明里看到新手教程等等教学。加赖好友后，在商品入库、打包、缴款等流程都会跳通知。付款方式也很多元，支援 Line Pay、街口、ATM 转账、iPhone 缴款等方式，能开立电子发票，也可以使用载具。第二间是超人集运，超人集运的页面浅显易懂，使用指南及 QA 都很清楚。物品可存放仓库90天，跟松鼠集运一样，有 Line 可以及时询问，有自由网站可查询目前商品状况、自主下单等出货进度。第3间是捷成国际集运，是众多网友都在使用的集运商之一。淘宝上的评价高达4.9颗星。3公斤以上的货品，集运商会承担台湾区段90元的派件费，以新竹货运派送，标榜丢货全赔。如果担心包裹遗失寄丢，可以考虑选择哦。但天猫本身就有台湾专区，买满人民币249元就免运费，由官方直接出货，有点虾皮直送的概念。天猫也跟各家银行有合作活动，购买前建议大家先去看看有什么优惠，挑对时间买更省钱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